闲话日本，我又来跟您聊天了啊！今天咱们说说这喋喋不休的日元。我是02年来的日本，其实日元的汇率在我来日本这20年里，一直就是涨涨跌跌的。我印象里边，100日元换人民币的话，6块5，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平均的价位。我见过汇率最高的时候，100日元换到了8块5人民币，最低的就是今天了，4块8。说老实话，这么低的汇率以前真没见过。我再一看新闻，对美元的汇率，今年年初的时候，1美元能换115日元，今天呢跌破了150，这是自1990年以后32年来的新低呀。今年这10个月，日元贬值掉了差不多1/4。其实上个月9月22号的时候，当天美元对日元的汇率是1比146。日本央行为了拉高这个汇率，阻止日元继续贬值，24年以来第一次介入外汇市场，买入了28000亿的日元，一度把汇率给拉回到了141左右。结果目前看应该是没起到作用，从141开始继续跌，今天10月20号，才过了不到1个月，不仅把拉升回去的那部分给还了，今天还跌破了150这个所谓的很多人的心理价位。这行情真的只能用一个词形容：暴跌。先说说日元这波为什么会暴跌贬值吧，其实非常复杂，但是最直接的原因得从美国身上说起。先是美国在疫情期间实行了大量的经济刺激政策，导致市面上的美元变多，于是美国就出现了通货膨胀，物价变高了。那为了抑制物价，美国开始加息，通过加息让贷款的难度提高，这样大量的美元就开始流向银行，市面的美元就变少了，美国的物价就能得到了一个平抑。可由于美元在国际上的特殊地位，它一旦加息，大量的其他国家的货币也会被换成美元，然后一起流进美国的银行，比如说卖掉日元资产，买进美元存入美国银行。而且随着日元的贬值啊，这种抛售日元换美元的趋势也会进一步加剧。就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会导致国际上的日元变得越来越多，美元呢相对来说变少，映射到汇率上，日元和美元的汇率也就越来越大了。事实上，今年不光是日元，很多国家的货币，什么欧元、英镑、加元、澳元、韩元，包括人民币，都在对美元贬值。只是日元呀，在里边属于贬得比较厉害的而已。那有人可能会说，我看过你讲那个泡沫经济那期，当年日本泡沫经济的起因不是因为日元升值吗？那么现在贬值了，有什么可紧张的？应该对日本有好处吧？怎么说呢？所谓一轮明月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啊。对这轮日元贬值肯定有高兴的人，这个咱们放最后讲啊。对日本这个国家来说，这次的贬值真没什么好处。首先我们得知道啊，日元的贬值是分好坏的。那么现在正在经历的这次，绝对属于坏的贬值。怎么贬值还分好坏啊？对日本来说啊，大多数时候好的贬值居多。比如说，本来1美元兑100日元贬值了，现在能兑150日元了。那么第一，日本的产品出口就更有优势了。都是在美国卖1美元的日货，原来收进来100日元，现在150了，什么都没变，凭空就多出来50日元，这不是好事吗？这50日元我既可以把它当利润装兜里，也可以有一个降价的空间，提高我产品的竞争力。1美元的产品我降到0.67美元，我赚的钱都和原来是一样的，但是价格便宜了，肯定卖的就更多呀，自然整体利润也就上去了。我有一次和日本一个著名电器集团的董事聊天，他就跟我说，只要美元的汇率每贬值1日元，他们集团的纯利润啊，可以凭空多出60亿来，就是这么个道理。另一方面，日元贬值了，来日本旅游也合适啊。比如您来日本玩，得换日元呀，原来8块5的时候，换10万日元得8500人民币，现在呢4000多就出来了。拿同样的人民币去换日元，
到手的日元差不多能多出小1倍来，那再来日本消费是不是就很爽啊？而且肉烂在锅里，您花的爽了，这些钱最终都是被日本的店铺、酒店、司机等等给赚走了。其实原理和出口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您亲自来日本进了趟货。像这种贬值就是好的贬值，但这次的情况呢不一样。刚才说的这些由于贬值该赚的钱进不来了。先说出口吧，这些年来日本这些所谓的大手企业们几乎都把生产工厂给转移到国外了。这个能理解啊，毕竟日本地方小，人工又贵，工厂搬到外国呢，要么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要么可以降低运输成本或者关税成本什么的。可这样就变成了外国产外国销，那汇率的变动就跟你关系没那么大了。再看旅游这块更惨，本来前些年日本吸引海外旅游已经发展的相当不错了，但是这场疫情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统计数字，疫情前的2019年，那一年来日本旅游的外国人超过了3200万。这些人来了得吃饭、住宿、坐车、买东西什么的，给日本带来的直接收入就是48000亿日元啊！当然，其中超过了1/3来自中国大陆的同胞们，17700亿。那么这些日本商家赚这个钱，他们得用能源、得租房、得进食材、进原材料、得运输，这些相关产业又因此增加了78000亿日元的收入。这些相关产业又带动他们上游的产业增加了差不多4万亿日元，增加了这么多的收入，自然得增加大量的就业岗位，或者是现有的从业人员的收入增加。那么这些人领了薪水，回到社会他也得消费啊，这一块又差不多拉动了94000亿日元。所以3200万的海外观光客，仅2019年这一年就给日本增加了超过26万亿日元的收入，占了当年日本 GDP 的差不多3%。这形势要是能赶到这波贬值，外国人、日本人都得开心死啊！真正的双赢。可惜，一场疫情给清零了，肯定清零啊！您想，所有的日本旅游签证都停了，那海外旅游这一块自然就没了。今年一直到前几天，10月11号。日本才算是全面开放了旅游签，看看今年剩下这2个多月还能恢复多少吧。至少中国国内现在还在动态清零，那曾经占到1/3以上的中国大陆的游客的消费，短时间应该是不会出现了。而且更要命的是，赚进来的钱少了，花出去的钱可变多了。你看日本这么一个岛国，3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生活着1亿多人，对于能源、食品、各种原材料等等大量的东西都需要进口。日元贬值了，自然购买力就变弱了。同样的东西就要花出去更多的钱，而且屋漏偏逢连夜雨，进口的这些商品还涨价了。为什么涨价呀？因为全世界现在基本上所有的国家都宣布走出了疫情，而且开始和病毒一边共存，一边恢复正常的生活。那随之而来的就是交通开始变得繁忙，店里购物的开始变得拥挤，工厂的机器开始加速运转。那么能源、食品、各种原材料，这些就开始受到全世界的抢购，买的人突然变多了，可卖的东西还变少了。因为能源大国俄罗斯正在侵略粮食大国乌克兰，日本能进口的粮食和能源，这一下子就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另外一个对日本出口粮食、蔬菜、肉类的大国中国，又在搞动态清零。除了各处的封城会影响产量之外，当地的居民为了应付这个居家隔离，会超量的去囤积食材。再加上这些食材在地域间调配的过程中，出现各种浪费、损耗等等原因，又进一步影响了对日本的出口。所以这一系列的原因导致供不应求，自然就转化成了涨价，日本就要花出去更多的钱。根据日本财务省的数据，从去年8月份以来，日本每个月的这个国际贸易都是赤字，尤其是今年，
已经创下了自1979年以来的国际贸易的赤字记录了。这些在日本国内的直接表现就是涨价，因为进口的成本提高了嘛，所以日本国内的食品、能源这些生活必需品几乎全涨了。连麦当劳这种靠走量的连锁快餐，今年都已经涨过2次了。根据推算啊，如果现在的日元汇率还保持不变的话，日本每个家庭一年的生活费就要凭空的增加86000日元。这对于很多一年才100-200万日元的低收入家庭来说，绝对是一场无妄之灾呀。对企业也一样啊。上个月一份对日本企业的调查问卷显示，54%的企业都认为汇率的贬值对他们造成了负面影响，认为这个贬值带来正面影响的只占了3%。那既然贬值的影响这么大，有什么办法能让它升回去吗？通常啊，一个国家应对这种对外货币贬值、对内通货膨胀，最常见的措施就是银行加息。美国就是这么做的嘛。可日本因为长期以来为了刺激经济，它实行的是叫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的利率极低，100万日元存到银行1年，利息可能才100-200日元。那跟银行借钱呢，贷款利率也低，比如要买房子，如果这个贷款人各方面条件没什么问题的话，利率可能就是1%、2%的样子。商业机构跟银行贷款也是一样很低，甚至比如说医生他要开医院，那如果银行对这个医生的能力什么的各方面都认可的话，拿到贷款的利息可能都不超过1%。这种低利率保证了日本的企业可以很容易的融资拿到钱，保障了个人的大额消费可以很容易的成交，保障了存款意愿的降低，可以让市场上有充足的货币流通。所以现在就很矛盾了，你加息吧，刚才说这些便利就变弱了，老百姓拿到手的收入可能会变少。可要不加息呢，日元继续贬值，刚才说的老百姓花出去的支出可能又会变多，怎么办？至少在昨天的参议院国家预算的会上，日本银行总裁黑田东彦明确表示，至少在2-3年之内，日本银行仍然会保持现有的货币政策，不会有大规模的加息的打算。所以要这样的话，那估计日元还得继续跌跌不休啊，弄不好年底年初的跌破160都有可能。但是回到开头说的啊，贬值也不是对所有人都不好。如果您现在拿着别的货币需要换成日元的话，那就太理想了。比如日本现在旅游放开了，来日本消费啊，什么都便宜。在我们医院做一个全身的深度体检的话，原来一个套餐可能得花3万多人民币，现在同样的内容什么都不变，2万多搞定了，就是因为汇率便宜了嘛。还比如说，如果能办个长期签证来日本常住、开公司、留学什么的，中国大陆一年是5万美金的换汇限额嘛，今年年初的时候您差不多能换500多万日元，那现在呢能换出700多万来了，而且换汇的成本还没什么太大的变化，也是因为这个汇率嘛。而且看目前这个趋势，日元还能再继续跌一阵子，所以您要是有我说的这些打算的话，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咱就没事偷着乐吧。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